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时事及产业评论员潘荣德。在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有关现代商贸发展。其实呢，中国与东盟国家呢山水相连，友好交往以及经贸合作源远长流。其实，在2003年的10月呢，中国成为第一大的这个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发展非常的迅速的，无论是在贸易啊、投资啊、经济合作呢，双方也建立了这个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一直到2020年，也就是去年，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成为这个中国第一大，也是历史以来第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所以其实呢，中国与东盟其他的国家呢，在2020年底，就是去年年底呢，已经签了 RCEP， 打造了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双方积极打造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金融科技啊、5G 等等的领域的合作。其实在2020年呢，全球的营商环境排名当中呢，马来西亚在全球排名第12，而新加坡则排名在第2。也就是说，东盟的老大老二呢，都是这个全球排名非常居前的。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在根据2018的数据统计呢，整个东盟人口将近6.5亿，约占了世界总人口的8.5%，就是 8.5%。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平均人口呢年龄却低于35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企业看好东盟国家其实有很多的集团呢都在东南亚发展。其实很多人问我，东盟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呢，现在大家都看到，现在这个COVID-19 的这个发生以来呢，其实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呢，其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变化会更倾向就是加速双方就是中国与东盟的这个合作关系。我举了一些例子啦。因为一路以来，东盟都是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之前因为这个美国发动对华的这个贸易战以来呢，中美贸易其实有呈现了一个比较收缩的一个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呢，肯定这个收缩还会继续在延续所以呢，中国与东盟呢，他们就为了抵消中美贸易战的这些带来的一些冲击呢，他们就双方就更加的努力去扩大双边的这个贸易，以取得一定的成效。现在我所看到的呢，就是很多中国大的企业呢，都迁移到东南亚，比如说设厂设立这些办事处或者是中转站等等因为主要就是他们看好整个东盟的市场，因为东盟的市场呢，在劳工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廉所以也是为什么中国他们比较倾向来到这个东南亚除此以外，因为这个地理位置也相当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合适所以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就是加速这个在中国跟东盟的双边的这个配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就举个例子啦，像越南泰国等等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我们也看到像中国的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企业呢，他们都来到了东南亚，甚至与当地我们东南亚国家呢签署了很多的这个合作协议包括在技术经济合作转移这个投资领域数字这个业务电子商务等等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呢，中国与东盟呢，其实他们的合作是越来越紧密的。